Hello，大家好，今天是2月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连续下跌之后，美股终于迎接反弹，但这次真的只是回调吗？还是说是多头最后的逃生门呢？特斯拉假阳止跌突破可以作为买点 ，AMD 也有异动，回调启动的信号，这一次有机会新高不？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88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我们第一部分还是要讲一下有关指数的环境分析。那么阿哲呢会分享一个很简单的抄底设置，你只要会懂看一种 K 线，那么在股价下跌抄底时，你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胜算。很多时候可以帮助你规避一些抄底逃在半山腰的一些命运。那么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会讲到日内我们分时上的变盘点，以及呢日线上的趋势分析。通过第一部分，我们对于指数环境有了认识之后，再来到第二和第三部分的个股解析。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知道，那么阿哲一直崇尚的就是指数环境分析好，再看个股。那么指数如果不适合做多，那么个股哪怕有买点，一般呢也不太建议去买入，或者说不建议呢买太多仓位。像市场一旦出现了下跌行情，你会发现不管任何一只标的，任何走的之前很漂亮的一个走势，它都会被影响到。那个时候你任何的买入其实都会被套。所以当前的市场是否真的止跌，是我们首先要去评判的。而后如果真止跌有行情，那么它是短线还是中线，我们在个股上再去做一些个股的交易。所以在个股解析当中，阿哲会讲到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D、APP、SOXL、Circle、OKO、PLTR、Coin、Coinway、美光和 MP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来到阿哲频道，那你会发现阿哲的目录当中所涉及到的个股内容是比较多的，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感兴趣，所以阿哲也特意设置了一个时间轴，把每只标的呢划分了段落。您如果有需要，可以快速挑选您最想要关注的那只标的的分析，您跳转即可。不过阿哲唯一的建议是，第一部分可千万不要跳过，因为第一部分是最关键的。像我们前期的行情解析当中，阿哲其实也有讲过一些个股的买点，但你会发现如果只是单纯看个股的买点，你最近买进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是被套会亏损的。所以第一部分的指数环境就会解释为什么有些个股的买点很多时候你不能乱买。特别是近期我们讲过很多美股的一个风险高位的确认，所以很多买点你要特别小心，包括今天的行情解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叫做简易的抄底设置，就是我只要有一个简单的条件去束缚我的一个买入，那么其实这种简单的一个抄底的过滤条件就可以让你在买入时会少踩很多坑，而后很多时候买进还真的有可能就一买就是一个低点。好，那么这个设置是什么呢？很简单，是一种 K 线强势止跌的判定。那么对于价格的强势止跌，阿哲一般呢会看2种。第一种是最容易出现的，也是呢阿哲今天所讲到的简易抄底设置，就是股价下跌时，你不要看到一根阳线就去买，那么看到阴线更不能买了。如果你看到阴线比如说刚跌一根阴线、2根阴线你就去买，那太左侧、太激进的。很多时候抄底半山腰的同学就是刚跌一根阴线你就去抄底低吸了，那不套你套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至少第一种设置，你要有一根阳线，但不是说随便一根阳线你就能够去做买进，而是这根阳线呢，它最好是比昨天的最高价要高的。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设置条件。那你会发现，如果你把你的买点加上这一个设置，那这一波下跌当中，其实你没有多少次买入机会。在进行一个明显调整的时候，它没有一根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的 K 线。那有同学说这一根算吗？它比昨天的高点高，这一根其实是，但是它绝对不是回调时的买点，因为当时这里还没有调嘛。股价在上涨时收盘比昨天高点高不是很正常嘛？当下跌时呢就不太容易了。所以这一波下跌基本都没有，直到这一天出现，收盘比昨天高点高，你这一个设置，你这一天才去进场，肯定是晚了一点，比阴线抄底人肯定是晚的，但是它也有可能抄在半山腰，但它绝对呢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设置。那么价格如果调，我呢不随便去买到这种阳线阴线上，我要求有一根阳线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我做一个强势的止跌买点。股价呢开始调了，那么我用一个相对强势的阳线比昨天高点高作为买点，当然这个地方它差一点点比昨天高点高，但基本上接近了，所以算是一个强势止跌，只是不是完全的一个严格要求。
当然呢，这种买点不是说100%的一个胜率啊，因为有时候你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下跌途中来一个快速的超跌反弹，那这个就没办法了。有时候这种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的这种买点，最好不要买在大涨的时候，它一出现买点就大涨，这种时候就比较危险，你可能有一个2次回踩去确认买入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一波下跌途中，你会发现跌得那么狠，它其实也就出现了这一次是收盘比昨天高点高，而后就没有了，剩下的一次其实就是这一根收盘比昨天高点高。那么用这种方式，你就会发现不太容易买在半山腰上，而基本上这几次的一个低位启动信号，你都能够把握得住，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交易的设置。好，那么这是其中一种，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更加严格的，就你可能要一个强势的底分型，就这2天的最高价可能都高，这个呢是最为严格的，用更强势的止跌。在指数目前出现这种止跌阳线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你手中的股票收盘价昨天有没有比上周五的高点高，以及你手中的股票的收盘价有没有比上周四、周五的高点高。如果有，说明它算是一种强势止跌。目前指数呢不算很标准的止跌，也算是止跌，但并不强势。如果个股能够有比指数更强势止跌，那么在接下来的短线反弹当中，有机会产生比其他个股更好的行情。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抄底的设置，大家可以做一个笔记，可以记一下，以后呢你就可以关注啊。市场调整时你不要随便抄底，等到强势止跌，它才更有机会出现上涨行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日内15分钟的一个变盘点。那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知道这个15分钟的变盘信号，阿哲呢是每天盘前都会公布的。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阿哲简单说一下这个变盘点是如何去使用啊，如何去得知每天的盘中的变盘。首先，这个变盘点有一些注意，您得用在15分钟上，因为阿哲所计算的是15分钟的变盘 K 线，而在15分钟图表当中呢，您还需要在得到阿哲的盘前广播信息的时候，去把这个变盘点转换成您那边的时区。阿哲呢是通过香港时间计算的，所以这些呢是香港时间，您得要去换成美东时间。昨天2月2号的盘前广播，我们讲到了3个变盘点，分别呢是开盘的第一根 K 线，以及呢阿哲这边凌晨12点，还有凌晨3点。那么昨天的3个变盘点分别对应的是2个低点，以及最后3点的高点。所以变盘点呢，它一般意味着在某一个时间附近可能会出现低点和高点。它只是可能，不是100%，但是阿哲认为这个概率啊，经过统计差不多也有7-8成的把握，在出现变盘点的前后会有一个高低点产生。所以在使用变盘信号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了，你要去评判那个变盘点究竟是低点还是高点，通过价格行为去判定，通过目前的趋势去判断。像我们昨天盘前给到的一个广播信息，阿哲就是相对给到一个比较大概率的一个提醒，就是第一个日内的变盘点啊，它极大概率是一个低点。阿哲说过，就盘前的跌势来看，第一个变盘点，如果盘前是大跌的，那又是开盘第一根就变盘点，基本上大概率是一个低点。这一根 K 线呢，又是一个 IR K 线，低开高走，股价呢这个地方一旦确认了低点变盘，那我们就可以在日内做短线的买入看涨。所以这个变盘点的第一个作用是，如果您是做日内单的，就如果您是有做日内的，或者说有做短线交易的，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买点，至少你会知道它可以走到下一个变盘时间，然后去寻找，如果那里是高点，那么可以高抛。当然你哪怕只是做这2根阳线，15分钟的行情其实也不小了，对日内来讲。第二种就是如果您之前是做波段的，而后在之前高点上高抛，那么回落时想加仓，那么正常来讲呢，我们日内啊，它的分时当中波动比较大，你有时候一加仓，可能日内买在高点，那对你来讲也不太好受，是吧？买了之后就跳水，那肯定也不舒服。所以我们做日内的买入，很多时候你也可以在想要买的那一天里看一下阿哲的盘前变盘点。当市场下跌见到变盘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你真正可以日内去低吸的时候。如果是股价涨到变盘点附近，你就不要乱去加仓和买入了，很多时候可能你的股票也在高点附近。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个股它的走势波动其实都跟指数有一定的关系和影响。当指数在分时当中出现跳水时，很多时候个股很难不被影响到。当指数低位下跌 V 型反转的时候，很多个股其实也同样会走出上涨。所以指数的高低点，不管是日内还是日线，都会影响到我们个股的一个交易。所以这是我们平时每天盘前给到的这个变盘点的一个有用的地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每天盘前给到的这个日内变盘点，纳斯达克指数变盘点它的一个使用的方案。所以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那么可以记得每天呢关注一下这个变盘时间。那么接下来阿哲讲一下今天的第一个变盘点。今天的第一个变盘点在阿哲这边香港时间呢是11点半，那么大家记得转换为您的时间，比如说阿哲这边香港时间11点半的时候，将是美股今天15分钟第一个变盘点。那么这个变盘点我们先简单做一个推演，
就如果市场在15分钟它出现的是一个上涨，涨到11点半，那正常上涨遇到的那个变盘点它为高点的概率会比较大。好，假如呢是下跌跌到11点半，那么是低点变盘的概率呢会比较大。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日内第一个15分钟变盘点。你关注一下，在11点半的时候，那个附近的价格行为是出现了一个底分型还是一个顶分型如果底分型的话，见底概率比较大，顶分型呢就是见顶概率比较大。当然具体呢我们要在盘中去更进一步的去判定。如果下跌跌到个变盘点，但是它不止跌，那么你就不要随便抄底。如果股价涨到一个变盘点，它还在加速涨，你要不要随便去高抛？所以一定要用价格去判定变盘点它是否确实如实而至，那么去确定变盘点是否真的确实发生了变盘，这是要价格去判定的。而今天的变盘点呢不止一个，那么后续阿哲录完视频之后，到时候网上盘前广播当中会把变盘点所有的都写出来，大家到时候看一下盘前广播的这个位置会有今天的一个日内15分钟的变盘点。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关于一个抄底的简易设置和日内15分钟变盘点的再次的一个学习和公布的第一个变盘，那么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是老同学听到这里，可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的宝贵的小红心，宝贵的点赞。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视频底下留下您的评论，亦或者是对阿哲的建议。那么感谢您照常的支持。当然了，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阿哲也希望在学习之余，您可以顺手点一下我们下方的一个订阅按钮。点击订阅之后，您就可以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它会显示一个已订阅。当然您也可以把全部铃铛给打开这个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在公布的时候您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阿哲的通知，就不会错过每一期的行情解析了。同时您点击订阅之后您就可以跟朱老师领取我们每天的盘前广播。在我们目前屏幕的右上角会有一个弹窗小卡片，是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点击弹窗的小卡片，那么找到助教，跟他说一下您已经订阅阿哲，那么想要领取这个盘前广播，想要看到这个日内变盘，那么他就会告知您怎么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去得到阿哲的盘前广播的一个提示了，将这一个能够帮助到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第三部分，有关于日线的趋势分析。从日内我们要关注今天的11点半香港时间，要小心一点。而从简易的抄底设置，你要关注你的股票有没有一个强势止跌动作。目前指数只是初步止跌，并不强势，所以这种动作意味着今天要走强继续维持才行，否则今天但凡回落，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反弹指数是比较弱的。那么从日线的趋势分析，我们要关注一下目前除了短线有反弹之外，整体趋势怎么去看。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好，图表当中呢有两个价位一个呢是 23,658.9 以及 23,400， 这个在我们昨天周一的公开直播当中阿哲是有提到过的。那么 23,400 要特别注意，对波段投资者来讲，如果股价反弹，那么上方这个是曾经的压力，现在还是有压力的。之前每一次碰到这个压力，是不是股价就站不上去，碰到就跌下来，有时候过去了是吧，2-3天不能维持又跌下来，是吧？最近这一次感觉要成功了，突破了，跳空了，但还是2-3天又跌回来，所以这个地方的价格还是有压力的。所以价格股价反弹时，这附近呢它一旦无法站稳又跌下来，其实还是风险，是吧？所以目前这个 23,658.9 呢就依旧是一个有效压力，要小心。市场是否会打开下跌空间呢？在波段上你要关注 23,400， 那么这个价格作为目前的一个支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跌破如果股价上涨下跌跌破了 23,400， 那么就说明这个地方它不是回调的概率会更大，那么价格就很容易是吧打破左边低点，是吧？所以 23,400 是一个多空的分界，如果有效跌破，市场将很快去打左低。而如果这里止跌有效往上，甚至能够站上 23,658.9， 那么这里站稳之后才有希望开始新的一波上涨行情。所以目前我们做波段来讲，在这中途这中间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去重新买入加仓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很有可能是一个短线反弹而后去破左低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要小心的一点。目前的买点是不太明确的，它有一个弱势的买点，但不算很强，它对于简易设置的抄底来讲是不符合条件的。然后我们要注意了，目前我们所看的呢是一个叫上海趋势图的指标，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可以找助教去安装的一个指标模板。那么这个指标目前提醒我们，当下呢这个紫色带是有支撑的，这个支撑位置就在这附近，价格打到这个支撑线上有反弹是很正常的。我们在上周六的视频当中讲过，
目前这种破位行为很容易呢有多头的反攻，就只要它这个飘带啊一被跌破，它是一个紫色带，说明是一个多方趋势当中出现了暴跌行为，或者说破位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啊，大部分情况下只要趋势没有走弱，它就会有一个多方的能量出现啊，所以一旦破位，你会发现低点就出现了。所以像之前这个低点其实都是破位之后立马产生的，像现在这里是吧，也是破位之后立马产生。当然偶尔呢，它可能破位之后还会往下再跌一跌，而后再产生低点啊。但我们要知道，就是只要出现这种行为，价格在紫色飘带上产生了破位，就说明它是一个多头行情当中的砸盘的可能，它已经跌得很狠了。如果再往下跌，可能就脱离了这种波段行情的回调的一个区间。所以一旦破了位，你要关注它，一定要短期止跌，止跌之后呢，要快速的能够去新高，这就是一个上升趋势还强劲的一个表现。所以破位没问题，一破位反而可能是多头机会，破位反而会是低点。像这些地方破位反而是低点。如果一旦你发现破位之后啊，它只是反弹，那么就说明还有下跌空间。所以当下你要小心，它会不会只是一个反弹？那么你要关注的是这一波启动，它是否能够去新高。如果这个地方只是反弹，往下走这个动作，你就要知道了，这个下跌空间还有。因为之前这里就发生过啊，破了位之后有多方的能量，但是它站不稳，再往下破，那么就说明它还有下跌空间，最后是不是还跌了将近1倍的空间？所以这个地方一旦下跌反弹不能新高，再往下破，那么这个下跌空间也会很大啊，甚至呢可能达到之前这个空间的1倍，这可不小啊。所以你要特别小心，就是这种破位之后啊，它是会有反抽，但反抽力度一旦不能过左高，那基本上往下就还有一个比较深的下跌空间。至少跟前面第一波可能是相似的。所以对于短线投资者来讲，就这个地方有短线的看涨止跌点，但只是短线，因为它的盈亏比不太合适，上方的压力很近，所以这个地方可买可不买，哪怕买，你的个股交易上仓位也不要放太多，只是看一个反弹。对于波段投资者，你应该看的是什么？能不能新高？就这个新高很关键，如果能新高，后续其实都是买点，回调找买点就行。如果这不能新高，你波段在这里去进场，那其实你所面临的风险，它只是你把一个逃生门变成了再次被套牢的一个地方。所以加仓的同学以及呢之前被套的同学，这一次可能是一个再次获利兑现的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满仓在干的机会。那么希望以上我们对于指数的3个分析能够对您有所帮助，不管是日内、短线还是波段，那么阿哲呢都讲了一定的方向，那么希望对您能够有一定的提醒。那么接下来我们准备讲到第2和第3部分的个股解析，当然在讲解之前，阿哲需要再做一个提示，如果您是我们今天刚来到阿哲频道的新同学，并且您刚才也点了订阅，那么阿哲需要提醒的是，我们其实对订阅粉丝同学会有3重福利。那么第1重福利呢，就是刚才所讲到的上海趋势图。稍后的个股解析啊，阿哲也会用到上海趋势图解析每一只标的的趋势和是否产生买点和卖点，大家也可以借此呢去掌握这一个上海趋势图的一个使用的方式。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找到助教是可以有1周的体验权的，这是给订阅粉丝同学的一个福利。而第2重福利呢，就刚才所讲到的盘前广播、盘前解析啊、日内变盘点以及空间的一些支撑压力的提醒，就是第2重福利。第3重福利就是我们的进阶知识内部的直播课程。我们知道，一个散户如果真的想要在股市当中呢，由小白到高手，真的由亏损变收益，甚至是未来的稳定长久的盈利，它绝对不是说简简单单的看到一只股票有买点，买了之后赚一笔钱就可以去实现的。所以不管是盘前广播还是趋势图的1周体验权限，那么阿哲希望的是在短期内能够帮助大家，但是真正能够长久帮助到您的，可能是一些知识层面上的成长和真正的收获。所以第3重福利是我们所去讲到的，每周我们对于订阅粉丝同学会专门开办一些内部的课程讲解，是非公开的内容，也是更专业于我们公开视频的一些知识点的讲解。我们在本周的主题班课叫做趋势攻守道，从获利到落袋，如何在趋势交易当中真正的能够从低买到高卖，从获利到落袋，这是我们在本周从周2到周5都会去讲到的一个内部进阶知识课程。那么也希望这3重福利您呢能够全部跟助教能够领取得到，也希望在交易上能够对您产生更大的帮助。所以如果您还未领取3重福利的，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点击小卡片就可以找到助教领取3重福利。
同样的，你也可以在我们底下评论区找到阿哲所发送的置顶评论，置顶评论当中也同样有助教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啊，通过这2种方式都可以找到助教老师。那么希望在点击订阅之后，您所获得的福利能够帮助到您进行一个成长。那么阿哲呢，也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以及订阅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个股解析，第1只标的是特斯拉。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空间图表，特斯拉目前是在一个关键的空间价位上，这个价位呢是之前所画的一个趋势线的扩展。曾经市场在这一条上升趋势线当中出现过多次的支撑，一个趋势线的有效支撑呢，不代表它触碰之后立马启动，而是它在这附近会产生波折，或者说震荡，亦或者是一个横盘。正常的表现，如果是跌到这里直接启动，那是最好的。那么另外一种相对正常的是，它偶尔可能会有跌破，可能会有误差，因为所谓的趋势线呢，是我们人为的去对市场的界定，它不一定是精准的某一个价格，很多时候是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允许我们人为界定的这根线会被跌破，但是正常来讲，最好不要跌破太多，亦或者是它跌破的时间不要太久。所以只要对一个趋势线，它跌破的时间在2天之内，我们一般是认为它是有效的，它只要快速能够收回，基本这个线的支撑就依旧有效。所以当前的特斯拉，它对于这条趋势线呢再次的有所跌破，但是它跌破呢是1天之后立马就收回来，跌破之后1天立马收回来，所以当前还没有构成一个特别明显严峻的破位。那么既然在一个趋势线的支撑附近没有产生有效的破位，那么每一次的假跌破说明它可能就是一个低买的一个机会。那么当前的这个地方出现一根假阳线，那假阳线其实还是比较特别的一种 K 线的。之前我们讲过，用假阳真底的抄底方式，是吧？出现假阳线有可能是机构的伪装买入的一种可能性，特别是在关键支撑附近。所以这种假阳线产生时，你要关注了，它会不会有买点出现？我们一般对于抄底的界定是什么呢？是不是收盘价比昨天的高点高？是吧？像之前这里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一样的，收盘价要比昨天高点高。一旦出现这种买入 K 线，那么就可以看涨。像在关键的支撑位附近出现一根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的 K 线，是吧？作为一个买点。而如果这种买点产生之后，一般你的防守位就是可以把这2根 K 线之中的低点作为一个防守，是吧？跌破减仓，再跌破清仓，是吧？等等都可以。一般这种假阳线产生的位置越低会越好，像之前这里它也是一个假阳线，是吧？假阳线产生之后，后续出现把假阳线的高点给突破，亦或者是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的 K 线，那么构成之后呢，可以做一个买点。那么目前我们就可以把在关键价位附近出现的假阳线，它的高点作为一个设置，收盘价突破了假阳线的高点，可以做一个买进。最好呢，它重新站回到这个趋势线之上，那么我们就可以以趋势线、以假阳线或大阴线的低点做一个止损位，而往上看另外的一个趋势线的压力，或者说左高的压力，这个在短线在波段上还算是一个盈亏比合适的一个交易。而后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上海趋势图上的一个表现，目前的趋势如何呢？当下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上海趋势图板，在上海趋势图当中，它目前处于一个黄色带，也就是说特斯拉其实最近的走势经历这一波下跌之后，它比指数其实是弱的，因为指数当下还是一个紫色带上升趋势，而它已经转为黄色带下跌趋势了。所以你会发现市场虽然左侧上有不断的发出一些信号，但每次的左侧的一个上涨是不是碰到这个飘带就会产生压力。所以大家在观察您手中个股的时候，特别是今天您领取了上海趋势图的同学，您如果看到您手中的股票是一个黄色飘带，一般来讲它很多时候你不能看得太长远，它很容易呢都是反弹为主。之前的特斯拉，就是你只要发现它是一个黄色飘带，它可能有时候会超跌反弹，是有时候会超跌反弹，但只要是黄色飘带，你就要注意反弹之后一般呢要找高抛的机会，特别这个飘带没有变颜色，就只有飘带转为一个紫色了，是吧？你才能够去在这种紫色带附近去寻找它可能会形成趋势的一些买点，是吧？回调的买点，回调的买点，这种才会走出趋势的上行，才能够比较好的去加仓。而黄色飘带的任何一个上涨，我们都尽可能不要认为它是一个反转，而去轻易的买入太多仓位，是吧？很怕的就是有抄底信号，买了之后有压力你不卖，跌下来又买，就要一次次去加仓，而不去获利兑现。所以黄色带呢，你尽可能就是短线去看，就要有获利就要跑。而紫色带呢，是可以看得长远一点，有可能把握到大的趋势。所以正常一波大行情往往是紫色带启动的，而如果一波长时间的下跌，也容易呢是一个黄色带所带动的。所以紫色飘带可以看长远，黄色飘带只能看短期。所以当下
哪怕我们看到有一些买入机会了，因为它是黄色带，所以你只能说看短期。阿哲现在所说的没有结合任何指数的一个环境，所以你一定要把刚才阿哲前面所讲的指数环境的一个判定也加进来。如果指数环境确实走坏了，很多个股照样哪怕有启动信号也容易失败，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明确。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这里有出现一个买点，那么其实有一个风险的地方，就是我们会看到它的压力离得有点近这个地方它一定要启动买入之后，你要关注了，它千万不要在这个飘带黄色带附近出现压力，如果有的话，你要尽可能快的一个高抛，因为它很容易又出现再次的破低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买点一旦出现，你买了之后要求的是它要快速的有启动上涨，要把飘带突破。那么像之前这种有一个上涨，但是碰到飘带走阴，碰到飘带收阴，这种就是很风险，所以碰到飘带一旦收阴线就比较麻烦，它一定要在买点出现之后义无反顾的突破飘带，这才是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飘带的一个压力，它其实就是我们左上角所看的游龙服务线的标记434.141和443.085，这两个就是当前飘带的上沿和下沿。如果在这附近反弹有压力，就还是一个风险，就要小心。如果您作为一个纯粹的波段投资者，其实比较建议的就是前期反弹的这一个行情就是你尽可能的我们以左侧相对小仓位去博弈，相对有一个指示带形成之后再次的启动行情，我们再去做右侧相对呢会更加迅速，或者说更加轻松一点。目前的特斯拉其实有一个买点早就出现了，是吧？就是这个前带子，在前带子突破之后，它其实就转为一个支撑，所以当前呢其实有一些买点产生，然后它并没有达到我们止损，所以特斯拉这里呢还是可以说看涨，只是飘带的原因，所以我们有一点担心，它最好能够快速的突破飘带，像前面这里只要快速突破飘带，而不要走弱。下一只标的我们再看到亚马逊，亚马逊的话它就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动作，就是它在低点抬高，就是它的调整从之前这里可能低点是走平的，到最近低点在抬高，而且是连续性抬高，抬高时呢开始高点慢慢的也有点上移了，所以当下呢就有点收敛状态，但这个收敛呢是往上去波动的，所以说明这个多方在这种收敛状态之下呢相对占据一个优势，而且这个优势呢是在变大的。前面这里其实它可以这么去画，但阿哲这个画的不算很标准就类似于已经有一种收敛突破，然后呢它的方向是向上的波动，而这个波动呢它的低点在抬高，所以亚马逊我们还是相对看好它的趋势的。阿哲只是担心的一点就是指数不要太过于影响到它，只要指数环境稳定，那么亚马逊这种图谱它上涨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好，那么像之前这里是不是也破了位，就一破位只要它的趋势飘带是相对宽的，就只要破位后续大概率是有止跌的，就是小概率可能会有一些股票它不止跌，那没办法，就空方太强，但基本上大概率就只要是紫色带破了位之后很容易就出现止跌，而这种破位之后的止跌正常来讲就是你做多的一个机会了。那么当市场没有破位而后止跌呢，那就更好，就说明空方是一个正常回调，那么多头还是很强劲的，所以这个地方它构成一个跟指数同步的买点，它没有比昨天高点高，但是它有一个止跌之后去反包昨天长上影线的这个动作，所以也算是一个看涨点，只是呢没有说是最好的那种。那么你的防守位在这种回调买点当中呢，你就知道应该把之前的这些低点作为防守，如果收阴跌破就要止损，因为它构成了下跌反弹下跌的话，可能目标位呢就要回到飘带附近，那么它的目标呢可能就是要往这个龙门线附近去靠，这就相对有点风险了，所以这个地方是止损。好，那么止损在这附近的低点，而后往上看呢，正常就是看左高了，因为趋势上行行情它就是高点应该新高，低点不应该新低，所以当前就是我们看一个左高的一个目标位。这个飘带的下沿支撑你也可以看到左上角是237.99这是一个下沿的一个支撑位。那么以上是关于亚马逊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在英伟达的图表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现象，就是之前所说的这种颈线位的一个压力它目前还是无法去有效的站上去，无法去踩住，是吧？我们之前说这里好像有那么一点要支撑住了，有点要转强了，它经不起夸，是吧？上周六刚夸完这周一直接跌破了。好，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还是整体来讲谨慎一点，就目前就是一个快速的上涨，跟之前这里是一样的，是吧？它有一个快速上涨，但是这一个趋势线呢被破了之后，它没有出现止跌后再启动，就这个地方就无法去确认对于某个压力位的有效突破了。好，所以当下就是往上走往下破，那么对于一个压力位的破位它正常来讲破了一次，在账上周破一次破两次，正常也会有一种多方的行为的，像之前这里跌破之后往上反抽，是吧？破一根破两根反抽反抽之后还是不行的话，就要打开空间了。
所以当下这里也是一样，你要看一下，破了一根之后，它的一个反抽力度很强，直接又站回来，因为有可能构成一个假跌破而后启动，这是要去小心的。所以当时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说最好等一个明确的启动阳线啊，就是因为它这里附近是一个左高的压力区，如果能启动，那么肯定更好。现在的话，如果它跌下来再去反抽，那么这种买点就可有可无，它不是很好的买点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英伟达的上海趋势图。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上海趋势图的一个图表。当前的英伟达它其实还是在收窄，就是它也是在蓄势过程，它在这个龙门线上面，然后它的飘带呢是不是也在这附近？所以它的位置，如果这里的趋势没有走坏的话，它的位置其实算是中期以上，不算高的位置，就偏低的位置。因为龙门线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当价格走势能够在龙门线附近的时候，一般来讲，只要趋势没有走坏它是一个调整之后，可能是一个中期底部的行情。当然，如果它没能够止跌得住，它有可能是个中期的起跌行情。所以每次到这种飘带附近时，以及呢在龙门线附近时，我们要去关注它会不会在这里止跌启动。一旦启动，那说明是另外一波大行情的一个低位。但如果它这个地方震荡一直过不了这个左阴，那么就容易走弱。那么一旦往后破的话呢，就说明这里可能是一个中期的起跌点。所以这种地方就是你可以去找布局机会，但是你要小心，它如果不是低位，就容易是中期的高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飘带是不是跌破第一根，就飘带跌破第一根开始算，我们第二根一般来讲2根之内会产生支撑，并且呢会有一个多方力量产生。之前这里往下跌破，快速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啊，就有多头力量出现，收盘比昨天高点高，而出现了这一波启动。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的，跌破之后看一下有没有一根收盘比昨天高点高，有的话呢是不是也做再一次的一个买点。所以当下还是多方有一定的力量，只是呢不多，因为它的飘带比较窄。当下跌破第一根，等待跌破第二根的多方反馈，不强的话就麻烦了。它如果是下跌反弹，飘带变成压力，那就容易往下走，所以要快速的站上这个飘带。飘带的一个支撑压力呢是 187.174 和 186.288， 所以这一个飘带的使用就是最好你的股票是紫色带，然后这个紫色带呢它最好是比较宽的，就一定要比较宽的，说明中短线的趋势还是比较强的。这个时候产生的破位行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抄底机会，绝处逢生的机会，是一些资金砸盘的一个地方。好，所以这种砸盘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什么钱袋子信号，出现这一个蓝 K 信号，它们被突破就可以作为买点。像这种钱袋子蓝 K 不属于上海趋势图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您领取了我们的上海趋势图，您安装了都可以看得到。如果您目前是订阅了阿哲频道，但手中还没有上海趋势图，您看不到您手中个股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情况，您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朱老师去领取1周的体验权限。那么您可以快速分析您手中的个股究竟当前是什么一个状况。那么以上就是关于第二部分特斯拉、亚马逊和英伟达的解析。而后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我们看到谷歌。当前我们所看的是谷歌的一个图表，那谷歌的图表当中有显示出了另外的一个 K 线的信号，这个信号呢叫做金顶 K 线，那么阿哲也称其为黄 K。那么黄 K 产生一般说明目前的这波上涨从波段来讲，它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那么或者说相对的不应该去追涨加仓的地方。那么像曾经这个地方也产生过这种金顶黄 K， 特别它这种黄 K 离飘带越远效果越好，它又容易产生对飘带的一个回归。如果它离飘带近呢，一般这种风险性就会稍微低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指数，目前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图表，所以你会看到纳指最近的这几个高点，就只要它离这个飘带远了，产生金顶 K 线，它这种风险就一般是最大的。离飘带有一定距离了，产生金顶 K 线，这种一般就容易有回调的需要。第一个目标正常就是这个飘带。是吧？离飘带远了，如果近的时候出现这个金顶 K 线的风险就低一点，但是它越往后走，它这金顶一直维持，当离飘带远了，再出现收阴下跌，基本上就是风险比较大了。如果你发现是这种加速的，加速来到金顶 K 线，那么再收阴下跌，那这个风险就更大了，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谷歌当前它是什么状况呢？它是离飘带不算很远，但是也开始脱离了。从昨天的收盘价开始算，是不是已经有一定乖离了呀？这个时候出现金顶 K 线，你在这之后再去买股票，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追高的这种嫌疑？所以每一次出现金顶 K 线时，阿哲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好分析的，因为它都不能作为趋势交易当中一个好的买点，它只能说有追涨的买点。就是这个点呢，一般出现黄 K， 说明很狂热的市场情绪，这种情况下说明多方很强嘛，所以物极必反容易跌。那物极必反它只是一种可能性，有一种可能就是强者恒强，就是它这里很极限，
但是后面可能还有极限，是吧？黄 K 可能会延续，但是它这种买点肯定不是回调买入，是吧？我们更加希望的是回调修复乖离之后产生收盘比昨天高点高的买点，而像这个地方呢，它已经是出现加速了，那你除非你去博短线的加速维持，否则这个地方肯定不是一个好买点。所以一般我们做这种黄 K 进入的行情，你就持股待涨啊，也或者是你观望，等它黄 K 消失修复乖离，而后在我们的飘带附近找买点。好，现在呢就是飘带的一个支撑是 333.301， 这个呢一般作为回调时的第一个支撑点。然后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甲骨文，甲骨文进入到了一种我们另外一种信号，这个呢是跟金顶 K 线黄 K 反过来的，就金顶 K 线的风险在下跌时它一般体现为白玉 K 线啊，就是白 K， 白 K 产生的地方它一般意味着是容易产生波段的低点，然后容易产生比较明显的反弹的，是吧？像之前这一波大跌之后出现白 K 了，白 K 出现，然后有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好反弹，是吧？出现了白玉 K 线，白玉呢出现之后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或者说你最好等一根阳线啊，比这个之前的白玉 K 线高点高也行，出现了一个反弹。当然它也不是每次反弹都有大空间，最好要看一下和飘带的距离。像这个地方它也出现了白玉 K 线，然后也有收盘比高点高的，但它只是一个反弹，碰一下飘带就下来了，这种就比较弱，说明还有下跌。所以当下你要看一下，它是一个黄飘带，空间呢先看 178.958， 它的反弹就到这，就算是一个正常的反弹。然后白玉 K 线呢，它又得要出现一个比较好的抄底动作，一般来讲就最好是突破白玉的高点，但因为它这根 K 线是高开低走啊，很长的一根阴线，我们一般这种情况下就等一下后续的白玉。一般呢，如果继续下跌，白玉 K 线会维持，等小阳小阴线的白玉 K 线出现反包突破，正常可以看一个比较好的反弹机会，但也只是反弹，它是黄 K， 它是一个黄色带，所以趋势呢不太好。龙门线呢基本上也开始往下拐了，中期长期这一波下跌把甲骨文的趋势都带得不太好了啊，所以就最多看短线的话只能看反弹，而且这个反弹得要有买点才行。然后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 的话，我们之前说的是周线上有一个低位的可能性，因为周线在一个龙门线附近，但是它这种中期底部的可能性呢，它必须要伴随日线的有的比较好的买点，它周线是出现了这种反包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个止跌，但日线一直没有一个好的买点产生，所以这是比较尴尬的地方。日线的买点最好是什么呢？如果它还是一个黄色带啊，哪怕周线走好，你也只能说先看看反弹，反弹之后怎么样算是日线可能也走出一个好买点，就是它回调这个紫色带的时候要有支撑，就要有支撑作为周线止跌日线反转的买点。现在呢它还是处于一种这个紫色带一踩就破，那肯定呢就不行了，就不是一个好买点。就我们哪怕周线有机会，你日线也只能做个反弹，因为整体趋势日线还没有确认，所以目前来讲就还是保持一个下跌。但是它如果能够反弹，空间是比较大的，它离这个龙门线已经是比较远的一个距离，然后在周线上呢又靠近周线的龙门线，所以整体空间是不错，但必须要有一个反转买点。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尽可能我们是要等它突破飘带转为紫色带，然后找回调买会更好。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微软，微软它还保持一个空方的一个下跌序列啊，所以我们之前为什么一直说这个黄色带的话，你一般作为波段投资者，作为中短期中期投资者，看到你股票有黄色带，一般你尽可能要快速的减仓，或者说要远离了。如果黄色带后它反弹有压力创新低，这种结构一旦形成就是一个下跌趋势啊，而且是中期的，这种情况下你任何的一个买入就只能看短线的一个多头。一旦出现黄色带附近的黄色 K 线，我们的金顶 K 线，它就是一个风险，就你不要管太多。白玉突破了做一波反弹，黄 K 有立马要跑啊，不跑你可能就再次要吃一个新低了。所以当前就是还是处于风险的阶段，目前也没有白玉 K 线，也没有蓝 K， 也没有其他的前带子抄底，所以当下就是还保持下跌的动作，至少要等一个收盘比昨天高点高后才能看反弹。目前的下沿是 456.378。 下一只标的我们再看到博通，博通就处于日线的龙门线的地方，但是它的一个波段还是日线上也是黄色带。黄色带的一个特征就是反弹容易受阻，反弹受阻，反弹受阻，所以只要是黄色带下方呢就只能都做反弹，仓位呢肯定给不了太多，你必须要等它这么走，一踩变紫色带才会走好。所以当下的博通还是处于龙门线和黄色带当中的夹角，还是一个收敛蓄势状态。我们还是要等一个动作，股价来一根强势启动阳线，把飘带突破，而后不要再跌落，
在这里转为支撑，那么我们顺势看后续的做多机会。否则这里呢被上方的中短期压着，一旦这里保持它不启动的话，容易就往下去破位了，那么容易就走一个趋势的下行，就不太好啊。所以这里要等，要耐心等一个突破。那么它的上沿是 341.02 啊，作为当前的压力。之前的突破的力度弱的话，你会发现第二天收阴线就是风险点了。而后呢，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 它就是昨天的指数止跌不算很强势的情况下，出现了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而且昨天是一个长上影线。我们在周六的时候讲过，这个地方的回调是黄 K 而后还有九转导致的下跌，而飘带又比较宽的飘带一般支撑会比较强，所以回调之后 AMD 有一个收盘比昨天高点高的 K 线，那么它比指数止跌要强。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做一个买入，回调10日线长上影，可能是仙人指路，符合我们周六所讲的买点，也符合昨天盘前广播所提到的一个买点，所以这里仿包，所以看涨。如果是一个趋势行情，它应该是高点要提高，所以它这个地方应该要比之前的黄 K 的高点高，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黄 K 不追回调再买的一个原因，这里就构成一个买点。那么这个买点一定会成功吗？不一定，但是我们知道做趋势交易呢，你不能够上涨或遇到黄 K 还买，这种地方是买了，哪怕你赚钱，你做的也不是一个正确的交易。所以对于趋势交易来讲，回调再买，你买的可以低，而且有很大概率启动是能够成功新高的。这种情况下，我在这种位置买，肯定比你之前追要好，所以这个地方构成买点，它是一个正常的回调的买入的一个逻辑，而不是说买了一定会涨。我们买了之后反手位就放在阳线和昨天阴线的低点附近，收阴跌破就跑就走，就说明它的下跌还未止住，那么就等下一次机会。下次机会呢，可能就是破飘带2根去找这个绝处逢生的买点。而这里如果一买就成功，那么说明我们博中了大概率的一个成功的事件。那么后续就看一下能不能新高，如果在附近再次遇阻回落，那么就说明这个地方可能还会走一个更低的低点，那么就是一个短线高抛点，是吧？这个逻辑应该不难理解。好，所以左侧呢还是有一个大压力的，因为左高就在这附近，所以这里先看短线反弹，不要说直接看太远，因为市场环境、指数环境不足以让我们看得太远。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个股是 HOOD 它进入到了一个双白色 K 线和白色能量柱的地方，上方呢它是一种 K 线的分析，下方呢是量能分析，下方的动量告诉我们进入到了白色，说明它是一个大幅的极限的这种超跌。如果上方刚好也是个白玉 K 线，一般这种地方它反弹的几率呢会大很多。当然这种反弹几率我们说过，你不能说一有信号就买，我们要的是比较严格的抄底的几率，就是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如果有的话会更好。所以我们找一下之前有没有这种白色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吧，曾经这里 HOOD 8月2号24年的时候它也出现过呀，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双白底下也是白的，上方也是白的，好，两个都是白的，那么说明它已经是很超跌了。这种地方其实不管如何很容易就反弹，但是你不能说一出现就买吧，你会发现它又跌一根所以我们要等一个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或者说你等这个白玉 K 线消失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那都可以，是吧？它都有机会只要真的是超跌有行情，那你不怕买的晚。所以当下也是一样的，就这个地方也是双白 K， 这个时候我们要等一个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或者是白玉消失，等超跌反弹，至少看到 106.38， 是吧？如果有机会，那么其实我们觉得这个空间还是值得去等的，所以 HOD 可以关注超跌反弹的可能性。但从整体趋势来讲肯定是不好的因为它上方这里是个强压力了，我们先被跌破也在这附近，这个飘带黄色也在这附近，所以一旦超跌反弹，这附近肯定是一个重压力区，是要小心的。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APP 的话是对于黄色带的不断的确认了。刚开始跌破黄色带时，我们还很期待它会不会是个绝处逢生但发现黄色带好像是确定有效了。所以对于紫色带的破位呢，它一般就分为砸盘和确实是一个出货的可能性。所以每次破位呢，有可能是一种砸盘，但也不排除出货，你必须要去确认。比如我们找一下例子，就是最好在破位之后你要出现一个行为，就破位之后的买点，比如说当时这里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就破位之后的买点最好是买了之后之前破位 K 线不要被跌破，中途转黄色的无所谓，而后要干嘛呢？要走出新的趋势，新的高点。就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地方就基本上确定是砸盘了。但有同学说，那走到新高之后我再确定砸盘有什么用呢？这里不是说走新高你再去买之前的不是这么说，而是我们在跟踪的时候你要关注这一笔买入的一个情况。就如果你这个地方买入之后，你发现你的上涨没有新高，往下还破了你的止损，那基本上就是比较大的风险。所以你应该是买入之后在跟踪过程当中发现一步步的往上走，那么你一步步的就放心了。但如果你发现股价破位之后破位一根破位2根，然后反弹是弱势的，这个时候就比较
大的危险了，它这个调整的力度、时间就会大很多，这是我们所担心的。那么现在就已经开始往下走，往上反弹，无法新高，而后往下打止损，所以它目前就是黄色带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就不太好反转。后续的每一次上涨，那么这里都是一个压力，所以当前呢就跌破了龙门线，龙门线也变成压力，龙门线在 528.293， 然后它的上方黄色带下沿是 555.393， 市场反弹这里将是一个强压力，而强压力市场给机会是要跑的。我们再看到下一个是半导体3倍做多，也有挺多同学关注这是标的的。好，紫色带的趋势呢，我们就可以去找回调的买点，这是一个定律啊，我们说的这一个规律，交易系统当中你所去坚持一个东西，就股价上涨碰飘带出现买点就买。好，那么这个地方是回调出现了 IRK 线低开高走，而且是穿透一半，所以这个地方 SOXL 是属于一个买点，买点看新高 71.98， 所以你把这一次回调当做是一个短期的下跌，然后出现买点呢就是一个买入信号。那么这个飘带上的买点一般就是买在潜伏回调的启动，或者说买在正常回调碰飘带的时候的启动，亦或者是买在破飘带砸盘之后的启动，就这3种买点，要么就调得浅，要么就正常调到飘带但不跌破，另外一种就是跌破，这是飘带的3种买点。所以当下呢它就属于第2种正常的回调买点。好，买入之后呢要设置止损，因为你要小心它可能会走往下破，是吧？所以这个买进之后，我们看左高要新高，新高之后后续再加仓就是等回调，所以当下做一个买点，关注是否能快速过左高，如果不行，小心这里是一个冲高短线的止盈点。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Circle 它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白玉，但它底下的动能是没有进入到这个超跌的，所以它只是单白玉，没有双白玉。像之前这里其实出现过双白玉，上方呢是一个白玉下跌，底下呢也超跌动能，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不能直接抄底，因为它早就双白了，双白之后一直白，所以一直双白，最好就是等一个启动信号，白玉消失，白玉反包，这种情况下再去看超跌反弹。所以当下就还是超跌，但是没有止跌信号，那么就不要随便买。上方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72.237， 如果真有反弹信号啊，这也算是一个利润空间，但是这属于逆势带，风险是不小。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OKO 呢是属于跟亚马逊同种图谱的，是我们说的它的龙门线和它的一个紫色带基本上是粘合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是一个中期底部行情。我们对标是之前这一波价格的震荡，但因为指数的一个环境最近不太稳当啊，所以导致呢它这种结构形成呢是有资金想要去撬动，但却并没能够成功，反而往下继续的升跌。所以这里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它跌破了龙门线，它之前破了之后好不容易站回来，往下回来的时候又跌破，反抽没有效账上又跌破，所以这个结构对于龙门线反复的跌破不太好了。所以现在之前进场的已经要开始把止损打掉了，不管左侧，所以右侧的话其实早就打掉了，左侧的话呢是刚打到 74.63， 昨天呢是收盘6A 跌破一点点，昨天是 73.62， 所以这个地方对于左侧来讲是否要等一个有效跌破，这个就看个人。正常来讲已经跌破一点点了，其实应该要减了，其实应该要作为止损了，是吧？我们等到后续它要怎么做呢？要有效站上龙门线，回踩止跌，再去找它真正的再一次的中期底部行情。如果这个地方反抽力度弱，它可能龙门线和这个飘带就会转为压力，那么市场这里将会走出我们不想要的那种中期非底部，而是中期顶部行情。所以要关注它下一波的反弹力度够强，才能够重新回归我们之前看它是中期底部的一个观点。那目前龙门线是在 89.68 的区间。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PLTR 它也构成了上白下白，是吧？双白，目前就是两者价格超跌，动能超跌。那么目前它的一个 K 线上有没有反包呢？昨天的收盘 147.76， 那么这一天最高 151.0， 所以没有反包，然后它还属于白玉，最好等白玉消失，然后反包再作为一个买点。超跌反弹空间是有的，但不算很多， 164.686。但阿哲也看到盘前，但阿哲也看到在发布财报之后它出现了大涨，阿哲看到的时候好像涨了 10%， 现在不知道是多少。如果直接大涨而后反包白玉，那么就说明超跌之后直接介入消息面大幅的上涨，基本上不是一个好的抄底机会，它会直接碰到这附近，是吧？那你要关注什么？碰到之后要么就等二次回踩再买，要么就碰到之后等它有效突破回踩龙门线附近再买。它在止跌上涨启动买点的时候，直接就是大幅高开大幅收涨，这个时候不是一个好买点，你一不小心就会买到追涨点的高位啊，所以只能说等二次回调
等2次回踩找回调买点。而后我们再看到 coin 是不是也是进入到了白玉啊，双白玉，上白下白，而后超跌反弹，但没有买点先，我们还是要等一个买点。就你最好不要随便的去买进，还是要设一个比较简单的抄底设置。当市场就是收阴线，就是没有比昨天高点高时，不要随便买入。如果你随便买入，这一波下跌够你受的。是吧？如果你说我就是等到收盘比昨天高点高，我再去买股票，那么很多时候一些下跌的抄底机会啊，你会筛选掉。是吧？比如这一波下跌，收盘比昨天高点高的阳线有谁啊？也就它，你不至于说中间去买进。那么这一波下跌呢，收盘比昨天高点高的阳线有吗？是没有的，到现在都没有，所以你就不至于说抄底到半山腰。你结合信号，结合收盘比昨天高点高，那么基本上可以把握到一些不错的低点，所以这是我们要关注，但是又不能够去买进的。然后压力呢是 219.106。我们再看到下一组股票是 Core 位可以关注的一点是它已经出现了连续的低点破位，它是走了一个新值的动作，这里是0，这里是1，这里是2，这里是3，还记得吗？那么之前我们是不是也数过呀？这里高点是0，跌破一次为1，再跌破为2，跌破为3，所以这里是新值3，收阳买进，是吧？之前我们是做过这个买点。好，目前又来了0123，好，这里呢收出蓝 K， 蓝 K 出现就不要乱买，蓝 K 说明超跌，下跌有点强，一定要等待蓝 K 消失而后仿包。所以今天如果是仿包阳线，表示账上我们的一个飘带上沿 95.538 将会构成一个买点，而且它还有可能是一点红。好，形成之后呢，可以作为再次的启动买点。那么这一次碰到这个龙门线，它是不是从前面的低位一直慢慢的往上推，推到了龙门线，然后滞涨回落，这个回落没有破左低，这个时候如果这里能够止跌上涨，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往龙门线要去尝试再次突破的一个动作。如果这一次突破不能够过，那么这里就往下将要走，甚至呢要破左低。好，那这里如果能过，那么趋势呢进一步往上推更高的空间啊，所以这个地方它作为一种买点，然后买入之后你的目标位看什么？看龙门线的一个有效突破，这是 core 位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的。然后止损呢，就是看一下有没有买点，如果有买点，那么止损就是昨天这根蓝色 K 线的低点 88.52 作为防守位。那么下一只股票是美光，美光的话没有太多好讲的，还是走一个趋势啊，最多就是给你减仓机会，但是没有太多的买入机会。昨天是一个运线，运线之后上方的 455.50 作为一个压力，底下呢作为一个支撑。价格走势运线它有可能会走一个强势的震荡，而后等飘带乖离修复再出现方向。目前就只能说，你之前如果蓝色 K 线回调没有买，那么现在其实它一直是沿着飘带走强势回调，它一直是走一个沿着飘带的强势上涨，连碰都不碰，这种行情呢只能持股待涨。如果你非要去买，就一定要去做，一定要去找买点。那么这里只能说掉到比如说30分钟，是吧？你可以看一下30分钟的一些买入信号，价格走势是否有30分钟的回调蓝 K 突破，或者说回调前带子突破，如果有的话，它可以作为你在日内去买这种强势趋势的一个行情的交易。否则的话呢，我们看到日线上其实没有太多好的一个回踩买点这里呢依旧关注它的支撑是 392.371。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AMP 的话也可以好好看一下，它呢有点类似之前我们所说的亚马逊OKO 等一众个股，但它呢形成的还在初期，就它还没有失败，但它也还没有启动所以它还在初期，比亚马逊晚一点点，但如果有买点，这种位置还是比较不错的。它出现了一个回调，而后破飘带一根两根止跌，在龙门线这里也止跌，有蓝 K。如果今天出现收盘比昨天高点高，蓝 K 消失，它可以做一个先止入的买点，有点像 AMD。所以这一天的高点呢是 62.88， 低点是 58.92， 可以以此作为一个操作 K 线，低点止损，高点突破作为买点。以上是2月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